4章和第5章其实在讲的东西其实是很像，只是角度不一样。那第4张专辑，歌曲大部分都是在用一个比较相对的一个视角来去写的歌曲，所以就像刚刚听到那个斗牛，它其实也是从一个很像是第3视角来去写人与牛之间的关系。我有跟你们讲过斗牛是在讲什么吗？其实斗牛是在讲，就是开头的时候不是那个还就是那个，然后他那个说唱的地方其实是有一种牛跟斗士要同时进那个斗兽场，你知道就以前在那个很古早的一个时代，就是他们进那个战场上的时候是会有仪式感，就拿那个咚其实他是有仪式感，要进场，要开始准备斗了。然后就副歌的时候就是进在一边是人的视角来斗，一边是牛的视角来斗。其实两边的歌词讲的内容都是在讲他们不同的视角。中间有一段安静的地方，你们知道有一段飘着的声音，那个声音，虽然那个当时是我自己的声音啊，就是，但其实那个词啊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段指的就是这个牛和这个斗士已经斗完了，可能是这个斗士赢了，这个牛倒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有一方生命是已经离开了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天神一样的一个人物下来，非常的巨大，然后一个头和一个手伸下来，去把那个牛的灵魂给举起来。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我们未知的一个东西，它要怎么去表达它的语言？后来我觉得那就不要有歌词，唱一些可能我也就是听不懂的一个语言。其实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它应该是这样一个语言，可能大家也听不懂。然后但你知道，就是因为未知嘛，所以其实那个声音代表的是第3个人物，对，其实这个歌里面是有3个角色在里面的，斗士，还有一个，那最后的说唱其实是在总结这个事情，就是想说的是，人和动物，可能我们各自是站在各自的视角，会觉得我们一方是重要的。那但是对于可能更高维度的一个存在的这么一个体系，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们跟所有的动物都是一样的，生命一样的重要。对，所以这个歌讲的，我之前说是爱讲跟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讲人与动物。对，这是新的。我昨天有介绍《斗牛》这首歌，在我忘了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大合唱。我昨天不是说那个安静的部分是有一个天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把那个牛的灵魂抛起来，举起来，然后去爱护它。然后那个时候后面安静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个副歌的歌词它有2重意思，虽然同样都是在讲虽然是重复的歌词，野性袒露着灵魂纯粹，或者肆意妄为，这是在说
可能看台上所有的在看斗牛的这个看客，他们好像都在去支持，然后释放了自己灵魂里面的一种他们以为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会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所以最后当一切停止安静下来的时候，当那个天神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看台上的人都看见了这个举动，然后所以就会有当那个声音出来，唱完之后会紧接着一个我的声音就唱野性的那个副歌的歌词的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代表了这个斗牛士再去向这个牛致敬。当斗牛士开始向这只牛致敬的时候，所有看台上的看客就开始站起来去致敬这个生灵，然后内心开始逐渐的发生变化，从一开始好像很享受这种竞技，到后面开始发现了自己的善意，觉得不应该这样，然后开始去重新来唱这一句词的时候，是换了一个角度去敬畏生命，去反对这种事情，对，所以